如果現在你正在學網球，或者準備開始學，那你一定會面臨一個選擇：你的反手是用一隻手還是兩隻手 ？Hello， 各位，好久不見，我是力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樣選擇了用一隻手去擊球，那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決定。只是這個浪漫背後，恐怕會付出一些真實的代價。那今天這期視頻，我們就來聊聊單反。很多人第一次對單反心動，都繞不開一個名字，就是費德勒。他那種從容舒展的擊球，幾乎把優雅二字和單反捆在了一起。於是我們心裡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：如果我學的是單反，是不是也能離這種優雅更近一點？但問題是，那份優雅真的是來自於單反本身嗎？於是當你真的去找教練說想學單反時，聽到的會是技術落後、不夠穩定、不適合業餘愛好者。總結成一句話就是：最好別學。就算你堅持想學，也很難找到一個真正願意耐心教你的人。那一刻，你會意識到，原來你眼裡的浪漫選擇，在他人看來更像是一種不切實際。但有意思的是，當你排除萬難，真正開始練習單反之後，很多人的第一感覺是沒有想象中那麼難。單反的基礎動作並不複雜，正確的握拍、轉髖擊球、隨揮舒展雙臂一氣呵成，看起來就很簡單地完成了所有的技巧。如果只是上課被教練餵球，和球友慢速對拉打回合，對方都會配合你，不让你大範圍移動，把球送到你相对舒服的位置。你打起来會覺得很酷，回球範圍也更廣，你甚至會想，好像也沒那麼難嘛。而這恰恰就是初學單反時最容易被欺騙的地方。我的教練曾對我說過一句很現實的話：比賽中只要對方看到你用單反，就會照着你反手猛攻，就是狂甩球的那條好腿。相比起雙反更近的擊球點，也更強的力量來說，打單反一旦你的腳步沒能到位，或者準備慢了半拍，就會導致擊球空間不夠，形成被擠的窘迫，失誤也會接踵而來。這時候你才明白，單反的優雅對擊球的條件更為苛刻，需要靠更快的腳步跑動和更早的意識預判來支撐。這意味着你必須永遠比打雙反時跑得更快，動得更早。很多人放棄單反不是因為學不會動作，真正讓人停下來的也不是這些技術要求，而是那種強烈的挫敗感。明明你很努力的練習，可一到比賽或者高強度對抗下，反手就會接連失誤，瘋狂丟分。那種我怎麼就是打不好的無力感會集中的爆發。尤其看到旁邊打雙反的小夥伴能接受那些很變態、你完全無力招架的回球時，心裡真的會動搖。你會開始反覆地問自己，我的選擇到底對不對？這種自我懷疑會持續很久，特別磨人。在經歷過那段強烈的挫敗感之後，我慢慢地意識到一件事：單反最勸退人的地方，並不是它有多難，而是它從不討好你。你會發現它給你正反饋的時間來得非常晚。單反和雙反在學習體驗上本來就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路。雙反很多時候能在你腳步不到位、準備倉促時，利用雙手和身體的優勢幫你兜底，依然可以把球頂回去。而單反不會，它會非常直接地告訴你，你引拍慢了，你預判錯了，你啟動晚了，沒有緩衝，毫不留情。所以在練習單反的過程中，往往會更早也更頻繁地暴露自身的問題。這並不是你更差，而是它迫使你更早地直面網球的進階門檻。正是因為這樣，很多人不是學不會單反，而是被這種持續暴露不足的體驗感所打敗。於是，單反的考驗最終會從技術落到心理層面。後來我越來越覺得，單反真正的分水嶺其實只有一個問題，就是當你連續面對失誤、被針對，感到無比掙扎的時候，你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什麼？我是不是走錯了？該不該換一條路？還是這一球我到底差在哪？我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更進一步。如果你的第一反應是前者，那單反大概率真的不適合你。首先，這不是失敗，只是因為你選擇了一條更符合你節奏，也更能快速的給你提供正反饋的道路。但如果你發現，哪怕被壓制、被打爆、被瘋狂針對的時候，你心裡想的依然是：如果我刚剛早跑半步，這一拍是不是就能打出來？如果我判斷的再果斷一點，這一切會不會不一樣？那很可能這時候你已經站在了單反真正的門口，而接下來你才會慢慢明白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明知道它難、它慢、它不討好，卻依然願意為它堅持下去。那說到這裡，如果你心裡已經開始打了退堂鼓，其實很正常。但單反並不是一條錯誤的路，它只是不適合所有人。
如果你心裡想的是我打小看《西遊記》就喜歡孙悟空、二郎神、哪吒，我就想跟他人不同，玩點不一樣的，那其實也不用那麼悲觀。我喜歡裝逼這個詞，我從小裝逼。比起相對容易上手的雙反，單反確實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練習，但這個過程中你收穫的遠不止技術，還有超多的附加價值。首先，單反真的很酷，這是你不得不承認的。就算打不出費德勒那樣的優雅，也可以在球场上展现你自身的風格。至於很多人關心的穩定性和腳步的問題，也可以通過強化切削來彌補技術上的不足。那切削是單反中必學的傍身技能，而在前搖過程中的隱蔽性也是單反得天獨厚的優勢。那技術全面的單反球員在場上也是絕对不容小覷的。更大的攻擊範圍、靈活的變化、更好的隱蔽性，當你能在強攻和切削之間切換，那对手往往來不及判斷，那一刻网球不只是力量的对抗，更是技巧和思維的博弈。只不過這一切的前提是你願意投入足夠的时间和汗水去練習，精進自己，才能更進一步。說到底，該不該學單反，其實答案不在別人口中，而在你心裡。它只取決於一件事：你更在意贏，還是更在意你怎麼贏？選擇單反，就像選擇了一種不一樣的網球方式，它要求更多的奔跑，更早的預判，更細膩的打磨。你要付出更多的汗水，回報你的是那獨一份的暢快。如果你願意為了那一拍的浪漫投入成倍的時間與耐心，那麼單反或許正是你的答案。你選的從來不只是技術，更是你想在球場上成為什麼樣的自己。那以上就是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可以給屏幕前的你一點有用的建議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，希望你可以一鍵三連。那你會選擇單反嗎？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